萌对媚猪的抗摔打训练开始了。果然，就连天才熊猫宝宝也逃不过这一关。这天，媚猪飞速爬上木架，萌萌则紧追其后，直到媚猪被追到无路可走，便回头用非常弱小无辜的眼神看着妈妈。萌萌也是二话不说，直接步入正题，但他并没有把媚猪从树梢处扔下，而是叼着媚猪的头套退着往下扯，直到他感觉高度可以时，才把媚猪扔下木架。所以说，别看萌萌平时挺虎的，其实心里还是有数的。而且他现在还可以做到，把媚猪从上面拖下来，然后稳稳地接住抱在怀里。即便是看到奶爸过来了，一时嘴馋丢开了怀里的媚猪，也会用脚稳稳地拖住，不至于摔到它。其实萌萌对媚猪的抗摔打训练都是小打小闹，和别的熊猫妈妈比简直就是过家家。而且更多时候萌萌也懒得动弹，但奈何媚猪自己是个卷王，很多本领都是无师自通，小年纪就会做引体向上了，这强大的臂力真的是不得不佩服。展区里的大树也是媚猪自己学会爬上去的，而且他刚满半岁就到处标记领地，还把妈妈给标记了。所以当他听到危险的声音时，他不仅没有躲起来，而是挺身而出挡在妈妈的前面。真的不敢想象，年仅半岁的媚猪就可以保护妈妈了，不知道媚猪到底还会带给大家多少惊喜。果然谁带娃谁崩溃，招美妈妈被小鳌拜气得越来越像冯巩老师了。别看小鳌拜长得甜甜的，看着很可爱，其实他是个超级废头子，就是大家口中的混小孩。小鳌拜不仅吃得多，他吃饱了还费妈，以至于招美妈妈连饭都吃不安生。他现在也就1岁多的年纪，脑袋看起来比招美还大。小鳌拜闹奶也很执着，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干妈。招美实在缠不了他，只好坐下来喂他吃。此刻招美脸上肉眼可见的有疲惫感，仰着头像是在无声的呐喊：美伦，求你别再生了，你欠我的到底拿什么来还？这天小鳌拜又准备爬到木架上费妈，结果自己一个不小心摔下去，把旁边的招美都惊呆了，内心 OS：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可什么都没干，一会儿可别又都算到我头上来。和招美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隔壁的北川。北川今年好不容易学会自己带娃了，结果他的大闺女川仔却生了娃但不会带，于是只好委托给北川。所以北川今年不仅带着自己的儿子北香果，还要带着自己的小外孙荣硕。于是熊猫界也出现了外婆帮闺女带外孙的场面。荣硕这孩子也是很调皮，他不仅打翻了外婆的小饭桌，还冲着外婆兔子跳，这可把北川伤心坏了。看他那委屈巴巴的小眼神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。没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熊猫界女侠，最后还是败在了带娃上。北川虽然逃过了带闺女川仔，现在却替闺女带外孙，只能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还有忠心的黑恶势力头目张卡，也同样败在了带娃上。中中不仅废妈，他还夺妈妈的损失。卡姐也很宠孩子，都这样了也没舍得打一下，把2个孩子都哄睡的卡姐一脸疲惫的坐在木架上，感觉他已经被这2个废头子给掏空了。招美、北川还有卡姐都是野一代，好像野一代的熊猫妈妈都不怎么打孩子呢。然在不到半岁的媚猪身上看到了狡猾，这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因为媚猪总越狱，饲养员就把小窗口关上了。媚猪等到饲养员给他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趁香香姐一不留神就往门外冲，但很快就被香香姐抓了回来。媚猪很不服气，她还想咬香香姐。香香姐把她放在木马上，看媚猪此刻的眼神就知道她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计划。香香姐刚松开她，她就立刻冲向门口，但她看香香姐跟了上来，就战术性的撤了回来，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让香香姐放松警惕。香香姐也就刚松口气的功夫，媚猪又往外冲了。这次被抓住后，她就开始撒泼打滚。媚猪不到半岁就长了800个心眼子，也难怪青姐会说媚猪很奸诈。到哪里像小朋友的样啊，像成年猫那种奸诈样，这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。不仅如此，媚猪还很勇敢，小年纪就会立定跳远。本来在木架上玩耍的媚猪，突然决定要从木架上跳到桌子上。只见他腰决定，做好了起跳准备，就这么纵身一跃，小家伙还真就成功了。真的很难想象，这是不到半岁的小熊就能做到的吗？后来媚猪又尝试了一次，结果这次却失败了，摔了个大马趴。毕竟他还太小，体力难免有些跟不上，而且不到半岁的媚猪已经开始有标记行为了。青姐说媚猪很早熟，还不到6个月就会做标记了。我记得其他那些个都是7、8个月、8、9个月才有这行为。你看那行为都早一拍，早熟了，早熟小孩啊，早熟，咬人这个伶俐劲儿也早熟，其他的到他这年龄段哪有这么狠的，哪有这么凶的，机灵古怪的，逮谁咬谁。看到媚猪如此厉害，很多网友都认为媚猪绝对是野培的好苗子。媚猪适不适合不知道，但她那个一天要生800遍气的妈肯定不适合。萌萌内心 OS： 你们可别乱说话了，本小姐可吃不了那个苦。
这坐姿人里人气的大熊猫，正是南山竹海的幕后大佬华丽。因为华丽亲人不亲熊猫，新安亲熊猫不亲人，所以虽然新安拿捏奶爸很厉害，但是他还是有些害怕华丽的。新安脾气略微有点不好，整天小嘴嘟嘟囔囔骂奶爸。奶爸跟新安说话也都非常小心，生怕自己惹大小姐生气，但新安还是会变着法的拿捏奶爸，经常会强行加班不回家，把嘴瓢奶爸都快愁哭了。新安呐，回去喽！你看天都黑了，还不回去啊？华丽虽然可以拆家毁树凶新安，但是他脾气比较好，很多时候奶爸甚至都可以近身照顾他。奶爸说有时候新安凶了他，华丽还会帮自己凶回去。他可以每天可以凶我几次呀？怎么会凶我呢？我们华丽从来不凶人，对吧，宝贝儿？我们又不是新安，新安可能会凶我，但是华丽从来不凶啊。华丽新安凶我的话，华丽都会帮我凶回去的。俗话说儿女不和，多半是父母无德。华丽和新安如果吵架了，一般都是受奶爸挑拨的影响。这天嘴瓢奶爸为了讨好华丽，偷偷的拿了新安的笋给华丽吃，还不停的强调他有多爱华丽。我从新安那边薅过来给你吃的啊！奶爸说最爱你，那必须得做到，对不对？肯定是把最好吃的都给你吃啊！这可是特地从新安那边拿过来给你吃的，新安都没这个吃啊！奶爸最爱华丽了啊！然而镜头一转，奶爸又到新安那里去告状，给新安说是华丽偷了他的笋，还剩4根笋啊，是华丽偷的啊！我们等会儿去找华丽报仇啊！我们这是华丽偷你的笋啊！咱们华丽这是华丽干的啊！奶爸已经阻止了，但是阻止不了，对不对？华丽知道后也是气坏了，发誓要教训一下嘴瓢奶爸。于是他把自己的小姐妹喊过来，小声密谋着他们的计划。果然不出意外的，嘴瓢奶爸又加班了，这回是新安和华丽都收不回去了。这两毛一个比一个叛逆啊！给大家看了华丽了啊！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新安，看我们那边的门开了啊，他往这儿一趴，他就是看着门他不进去。你看，新安也是啊，一个样子。我进去我得哭是吧？我得哭才能打动他们。华丽这回也让奶爸认清了现实，谁才是这南山竹海的山大王。七仔这孩子真的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，整天眼睛滴溜溜转，像是有800个心眼子，但有时候看他的行为，又觉得他傻得可爱。别的小熊钓猫时都很积极，饲养员就可以借机锻炼他们的后肢力量，而七仔可不这样，他躺在地上张着嘴，只有舌头在一卷一卷的召唤胡小姐。上一个这么做的还是虫洞的懒香懒贵妃。七仔这架势像是在说，识相的赶紧送到我嘴里来，想练我可没这么简单，有本事你把我这个黄毛饿死啊！小样，我只要一顿不吃，你们都得过来求我。但如果说七仔这是聪明，知道怎么拿捏饲养员，那他站在树边召唤小苹果的这幕可就有点看不懂了。你说他懒吧，他还站得笔直笔直的；你说他不懒吧，这分明伸手就能摸到，他这是在用意念召唤果果吗？后来才知道，七仔在室内的时候，饲养员给七仔喂胡小姐，七仔也是躺在那张着嘴，一动也不动，等着奶爸把胡小姐送到他的嘴里。大家都知道，七仔咬了娄阿宝，给他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扳手耳朵，因此都说七仔是暴力熊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跑去给乐乐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咬阿宝的过程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还模仿老丈人脚拖脸的招牌动作，只是阿宝腿长，看着挺帅的，七仔腿短，这个动作做起来看着就憨憨的。听到这感觉七仔是有些茶里茶气的，但七仔又很善良，喜鹊啄他的毛，他也不生气。他们有时候甚至非常嚣张地飞到七仔的头上，但七仔还是会和喜鹊和谐相处。七仔因为基因珍贵，所以他可以随便挑媳妇儿，但他偏偏又是最不挑剔的那一个。饲养员说七仔很博爱，不管高矮胖瘦，年龄大还是年龄小，七仔都很喜欢。七仔想动的时候，可以为了一口胡小姐走上2里地，不想动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动。现在都说不清七仔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了。